已经好久没有尝试过数现金的滋味了。来之前，东家跟我说，准备预算个1万块，把下面这些黄泥巴全部清理掉，把这些底板加深到跟水库差不多持平的状态。原先这个水库本来是没有这么大的，后来有大挖机到这边取土，所以把它稍微挖大了一些。东家跟我说，当初取土的时候，水库里面有水，所以根本挖不了，跟以前的水库一样深。现在冬天正好把水全部放干了，趁着现在天气好，东家赶紧叫上了我，另外还搭配了2台农用车，我装上的土全部拉到堤坝上，另外一头还有小挖机在那边平整。正所谓大小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当初东家的意思是准备让我在这里挖一个斜坡，让车子直接这样倒下去，到水库里面去装土。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子并不行，那样子直上直下，车子根本上不来。所以现在只能重新开一条路，从这里修一条路下去，让车子沿着这个山坡的旁边，开到水库里面去装土。把路修好以后，我们先用履带给它压几遍，来回碾压中间压不到的部分。东家喊小挖机用推土铲过来，稍微推一推，我把上面的树稍微给它扒一扒。你看这个树差点倒到小挖机头上，小挖机二话不说，立马掉头跑路。等小挖机爬上去，车子开始倒下来。只是无奈天公不作美，装着装着，它竟然开始下雨了，所以现在只能用挖机过去，把这些土甩到堤坝上面去。我当初是打算把这条路线给修通，让车子倒到最里面去，从最里面装出来。但是今天出了这个变故，我们先把挖机开到堤坝下面，把堤坝下面那些土全部先给它甩到堤坝上面去。出来的同时，先把这个路稍微给它扫一扫，防止待会万一下大了产生存水的情况。这个堤坝脚下还有一个东家自制的竹排，我们把它给推到水库里面去。这个得悠着点，轻点整，千万别给它搞散架喽。把这个竹排给推下水以后，我们就地挖坑，把这个淤泥挖得跟水平面一样深。靠近堤坝的这里，甚至还要挖的比水平面更深一点，因为有水的地方，那些地方淤泥东家说已经有1米厚了，人下去以后都快要走不动了。所以东家说，干脆让我把这边稍微再挖深一点，下次雨就全部在这个角落里，抓鱼也方便一些。我把土盘到堤坝脚下，然后小挖机站在堤坝上面，把我甩的土盘到堤坝的后面。等土堆多了，小挖机够不着的时候，我自己再上来甩一甩。东家跟我说，这旁边这里是一块很大的空地，然后把这些土全部堆在这里就行。第1天的时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。现在时间来到了第2天早上，由于昨天下午下了小雨，所以现在整个地面上还是湿滑的状态。今天这个拉土是肯定拉不了了，既然拉不了土，肯定得想别的活干。东家就安排我直接把挖机开到最前面去，从这里打个口子下去，把旁边的这些树全部给扒掉。现在我们干活的头顶上面就是高压线，我这个大臂都不敢抬得太高。对于这样的小树枝，我都是直接用豆在里面扒拉几下，搅个几下，然后把它往里一收，直接折断放到旁边。对于这样高压线旁边的大树，更要小心处理，往没有线的那一边使劲的扒拉，千万不能倒在那个高压线上。这种事情可千万马虎不得，先把它直接往水库里面按，待会再把它给捞起来。当水库边上最后一棵树被我给推倒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些垃圾全部往里收。待会我们在前面打个斜坡，直接从这里爬下去，把下面那些泥巴全部往这上面翻。我们现在挖的这些树，应该是上次他装土的时候清掉的，树枝垃圾全部堆在了这里。我们把它清理开，然后从这里爬下去。像这种树枝垃圾是最容易拉网的时候挂网的存在，一定要把它清理上来。下水库之前，首先用斗子擦2下试一试，感觉没问题了，直接下来。下来以后，直接从最前面开始收。由于考虑转土问题，所以这个挖的深度并不需要完全挖平水库底板，比水库底板稍微高一些也可以的。打过来的土就先堆在山脚下，因为一下子也堆不上去。等堆的差不多了以后，我们就把挖机开到这上面来，从上面勾下面的土，继续往山上面盘。这样子相对来说比汽车转运的效率还更高一些，
因为这个土第二下就被我们翻到了山上。这是我翻了整整1上午的效果。现在整个水库的底板差不多是持平的状态，这边比原先的水库底板稍微高了一丢丢。水库这么大，再加深个几10公分，又有不少土出来，考虑成本原因，高一些也没关系。现在东家领着我向前走，我们从这里爬上去，顺带把这个山包包给它打掉一些土，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操作，把它全部堆到山上来。把这个角落全部清理好以后，我们就要从这里再次下水库。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是水库对面，我们从这里开过去。开过去之前，我问东家这里面到底深不深？东家跟我说这里一点都不深。我下来以后，还是用斗子试探性的插了插，结果发现跟东家说的一样，哎，真的是一点都不深。我们直接从这里爬上去，在这里扒个口子，把这些树全部给它推倒。有没有观众朋友们好奇，在那边做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跑到这边来了？那是因为啊，这边的树长得太好了，经常东家在这边拉网，总是会被这些树给刮到，所以呢，东家特意让我过来，用挖机把这边上的树全部给清理开，到时候拉网的时候也省心省力一些。还是老规矩，直接先猛的向前推进，走到最前面了以后，从这最前面开始，边做边退，退出去，到时候再原路返回，靠近水库的边上，清出大概3、4米宽，然后把这个水库边上斜坡上的枯树全部给它拔掉，剩余一些清理的不是特别干净的，东家自己在旁边稍微用手连带着剪一剪。我本想着给东家搞漂亮一些，但是东家跟我说随便整整就行。一听这话，我卯足了劲，3下2除2的给东家搞完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原路返回，继续爬上来甩土。从这个角度，现在看得到对面已经被我们清开了一大片。把这上面用土全部堆满以后，我们就要下去装土了。现在这个水库比原先的话，至少扩大了有1/3。取土过后的边坡，我本来是打算修一修的，东家跟我说叫我不要修，直接就那样保持原生态。其实我都懂，时间就是金钱嘛，挖机少干半小时又能省个100多，钱要花在刀刃上，相对来说把这个边坡搞漂亮一些，花了半小时还不如花个半小时在这里转土，反而东家觉得这样的实用性更大一些。现在我们把我们修到水库里面的这条路进行收尾，这里的路不要全部挖掉，给东家打成这样一个小斜坡，到时候这里还是要留一条路去水库里的，可能它是为了方便拉鱼使用吧。把这边收回以后，我们把右边还没装掉的这一点点全部装掉，2台农用车一共在这里装了1天半，剩下的没装完的土都是我用挖机挖斗一斗一斗把它甩上去的。我们现在把这最后一点点甩到堤坝上面，等到这上面的土堆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把挖机开上来，把这些多余的土全部放到堤坝上面，把堤坝给整好。把堤坝这里整好以后，董家给我们发布了终极任务，沿着我们预留的这条小路，可以畅通无阻地开到水库内。让我们跟随东家的脚步，看看到底最后的终极任务是什么。最后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水，把左边这个水库里的水全部挖深，把水流到我们刚刚加深的这个位置。到时候这个鱼跟水一起流过来，东家就方便在这边抓鱼。这个水库里的淤泥至少有1米多深，你看我挖了几下，这个水全部流过来了，流的速度特别的快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再360度看一下这个水库全方位。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原路返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